夏洛克只是看了下案发现场，就知道受害人是开枪自杀的。死者名叫萨曼莎，昨天晚上报警说卢卡斯拿枪跟踪自己。萨曼莎怀疑卢卡斯在6年前绑架杀害了自己妹妹，不过当时警局没有将卢卡斯当作首要嫌疑对象。华生不理解卢卡斯为什么要跟踪他，老麦解释萨曼莎多次派侦探跟踪卢卡斯，他可能嫌烦了。但夏洛克观察现场后得出结论，萨曼莎是开枪自杀的，他想陷害给卢卡斯，好让警方重新调查6年前的绑架案。老麦不相信一个女人会有这么大勇气。夏洛克指着栏杆上的痕迹说道。They're new. They're made just last night when a weight of some sort pulled the gun out of her hand over the edge after the shot. I imagine she had a rag of some sort wrapped around her hand to protect from gunshot residue. Drag the river beneath this spot, you'll find the weapon. 此时老麦接到消息要对卢卡斯使用测谎仪，随后夏洛克来到警局，透过玻璃观察着一切。卢卡斯表现很淡定，面对警方提问回答得很自然流畅，就连贝尔也认为卢卡斯不是嫌疑人。此时警员表示在河底找到了枪和布。就在审讯结束之时，夏洛克推门进来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6 years ago, did you kill Ali Warbash? I've said it 1,000 times. No, I did not kill Ali Warbash. 夏洛克认真地观察着卢卡斯表情，随后结束了审讯。华生询问为什么要问艾丽的案子，夏洛克认为卢卡斯可能是个连环杀手。从刚才的审讯结果看，卢卡斯没有枪杀曼莎，是曼莎偷了卢卡斯的枪自杀的，这一点老麦也认同。但夏洛克还发现6年前杀死艾丽的可能是卢卡斯，因为卢卡斯在测谎时有意地控制了呼吸，调整了嘴角动作，这样会瞬间提升心率值。从检测报告看，有2处地方都出现了同样动作，分别在问到萨曼莎和艾丽时出现的。华生询问6年前卢卡斯是怎么通过测谎仪检测的，随后老麦把当年负责案件的考文喊过来。考文表示卢卡斯是大厦里的兼职工，跟艾丽有过一面之缘。案发当天，萨曼莎看到卢卡斯推着冰箱出去，2周后艾丽被发现死在垃圾箱里，所以怀疑是卢卡斯用冰箱转移的。可现场拍到的照片证明艾丽当时只有1个人。但夏洛克始终坚持认为卢卡斯在测谎时做了手脚，这一句话彻底惹怒了考文，他还用不着一个侦探对自己指手画脚。夏洛克想要当时所有的调查资料和回忆，考文说什么也不干。华生反复观看监控，发现艾丽在夏天怎么会穿雪地靴，而且她的左脚承受力更大，像是受过伤。夏洛克表示那不是受伤，可能是左脚上绑了1颗炸弹。在调查名单中有2件特殊东西 Broken alarm clock and a pound of grey fondant. You think he built a bomb out of icing? 就在此时，白天接受审讯的卢卡斯突然找上门来，指控考文跑到自己家里。夏洛克顺便说起艾丽左腿上炸弹，一定会找出你犯罪的证据。卢卡斯这次过来像是一种警告。另一边，夏洛克找到另一位受害人，也是在卢卡斯搬运地方失踪的，尸体直到2个月后在垃圾箱中找到。根据丹尼斯家人回忆，不认识照片上的卢卡斯。华生只能空手而归，但是刚回到家里，蒂姆打来电话，表示他在网上认识一位新西亚认识卢卡斯，因为他女儿在高中时期和卢卡斯交往过，后来女友莫名其妙遇害了，线索一个接着一个出现。夏洛克怀疑可能是个陷阱，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他们只能去碰碰运气。但此时卢卡斯突然打来电话，知道夏洛克要去找新西亚。夏洛克意识到新西亚可能有危险，很快来到新西亚家里，让夏洛克没想到和电话里的声音不一样，眼前的女人不是那个新西亚，被卢卡斯给骗了。新西亚的女儿信息都是卢卡斯编造的。面对3番5次被戏弄，夏洛克忍无可忍，打了卢卡斯一拳。老麦也因为这件事命令夏洛克停止调查卢卡斯。回家后，夏洛克接到一条陌生报警信息，一名叫珍奈的女人被人抓走了。按照规定，夏洛克不能参与调查。临走之时，他拿走了珍奈的梳子。夏洛克想和萨曼莎一样陷害卢卡斯，让他露出破绽。华生不想夏洛克这么做，这样珍奈被关在地下室都不知道。夏洛克突然想要前2位受害人都是被关了几个周，关押的地方必须是一个熟悉又安全的地方。很快，老麦带着搜查令来到卢卡斯的录音棚，根据建筑图纸对比储物间地方缩小了，必须要去检查一番。等警员搬开里面东西后，出现了一扇被上锁的门。夏洛克利用工具打开了门，里面果然被关押着珍娜，案件终于被告破。Help me.